这是一场疯狂的大逃杀游戏，女孩被绑来后会被随机扔在森林里。为了让游戏更刺激有趣，还给每个女孩匹配一个屠夫，一方面是守护她们，另一方面是干掉其他女孩。而当女孩死掉时，她的屠夫也会爆头死亡。等到游戏结尾，只允许一个女孩活下来。然而这些残酷的游戏过程会被女孩眼睛里的摄像头完整的拍摄下来，然后卖给富豪们，满足他们变态的嗜好。而小美就是女孩之一，她和女友刚分开，两人就双双被绑。当她醒来后，发现自己竟在一个木箱里，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森林。她迷茫的四处张望，突然被人捂住口鼻。原来他们和小美一样，被人莫名的绑到这里。他们以为小美一个新人可能会带有手机，方便几人报警自救。于是他们又回到原地，把箱子翻找个底朝天。不过很可惜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就在他们想要离开时，小美的癫痫又犯了，径直晕倒在地。等她醒来时，只有艾玛守在身旁。然而她并不是出于好心，因为在她看来，当被屠夫发现时，自己比小美跑得快，活命的机会也就多一次。换句话说，给自己找了一个替死鬼。而小美还以为遇到了好姐妹，殊不知是头大灰狼。两人没走多久，远远的看到一个木箱，他们以为又是一个女孩，可走近一看，竟是个空箱子，上面还写着6号野兽。等他们转身发现，不远处竟有个屠夫，吓得两人急忙躲起来。可惜发出的响动还是引起了屠夫的注意。好在他停在箱子前，四下观望猎物，并没有发现小美两人。不过他们却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切的想要逃离。斑马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向远处扔个树枝，吸引屠夫的注意，然后趁机逃跑。不过令人意外的是，小美的癫痫又犯了，昏迷前她竟共享了屠夫的视野。然而这一切斑马却浑然不知。不过他也不需要知道，因为他已经被屠夫发现了，能否侥幸逃过一劫还是个未知数。眼看猎物要逃掉，屠夫也使出了杀手锏。斑马躲避了飞来的斧头，但他没有继续逃，而是用尽吃奶的力气拔下树上的斧头，想要干掉屠夫。然而很可惜，斑马的反击很无力，屠夫轻松抓住斧头，还把艾玛按在树上摩擦，整张脸也被削了下来。小美醒来后发现艾玛已经被害，她的内心一阵恐惧，打下一个就是自己。她发足狂奔，希望能逃出这里。小美是幸运的，她跑出了森林，眼看就要逃出去，突然响起了刺耳的声音，令小美痛苦不已。原来女孩体内装有芯片，一旦接近边界就会触发警报，发出刺耳的声音，令女孩们疼痛不已。小美艰难地往后爬，这才解除警报。她的内心满是绝望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求救声，一个女孩被屠夫追杀，她吓得已经没力气逃跑，只会向小美求救。在小美的鼓励下，女孩这才鼓起勇气再次跑起来。可是屠夫紧追身后，一斧头扔向女孩。斧头正中女孩后背，瘫软的倒在地上。令人不解的是，屠夫竟向小美挥手示意，而小美也鬼使神差的回应一下。就在屠夫吐下杀手时，远处又跑来一个屠夫，长相酷似鬼脸。马脸瞅了瞅小美，又看了看鬼脸，好像下定决心毅然迎向鬼脸。两人瞬间打作一团，而小美身乱救下女孩，逃进了树林里。一番交战下来，马脸明显战力不足，被打倒在地。在鬼脸的补刀之后，彻底的没了动静。与此同时，小美将女孩藏进树洞里，然后用自己当作诱饵引开屠夫。但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残酷。小美走后，屠夫发现了女孩，可想而知迎接她的将是什么。女孩背靠大树，双手被扯到身后，然后被鬼脸硬生生的扯断，死的不能再死。与此同时，小美遭遇了猪头人，还险些被干掉。不过让人意外的是，猪头人突然脑袋爆炸，死的不清不楚，搞得小美一头雾水。然而她没时间多想，找到女孩才是最重要的。可当她找到女孩时，已经是具冰凉的尸体。小美差点崩溃，她哪里见过这场面，还是连续2次。收拾好心情后，小美四处寻找逃生路。她来到一片房屋，躲进其中一个，警惕地观察外面。突然身后有动静，她反手就是一下。小美高度的警惕，误杀了一个女孩，她伤心的不知所措。忽然进来2人，原来是希娜和肉丝，并不等小美解释清楚，她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昏倒前，她看到希娜迟到离开，还看到了女友被人藏在一处隐蔽处。等她再次醒来，得知希娜抛弃2人，而和肉丝交流后，小美好像明白了什么。她挖出女孩的眼睛，竟发现装有芯片。不等她说些什么，希娜再次回来，原来她遭遇了屠夫，这才跑了回来。此时小美说出了猜想，每个女孩的眼睛都装有芯片，用来随时监控她们，并且每人都有一个守护屠夫，用来保护自己，也为杀掉其他女孩。当女孩被杀时，她的屠夫也会跟着死亡。然而当小美说完猜测后，希娜竟有个丧心病狂的想法，就是杀掉小美和肉丝，两人一死，他们的屠夫也会死掉，希娜活命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。疯狂的想法立马分化3人，小美和肉丝一伙，两人还结下了盟约，永远不抛弃对方。而寻找小美的女友理所当然的成了2人的目标。可肉丝就是个衰仔，竟然卡住了腿。令人担忧的是，鬼脸屠夫发现了肉丝，还妄想把肉丝拖回去。令人担忧的是，
在这危急时刻，娃娃脸竟盯上了小美，这下小美犯愁了。放手的话，肉丝会被拖进去，有可能死在鬼脸手里；不放的话，自己可能死在娃娃脸手里。突然，小美灵光一现，径直放开肉丝，然后起身跑进屋里，想要救下肉丝。小美的出现分散了鬼脸的注意力，而肉丝趁机削掉了他的手指。一番打斗下来，鬼脸被成功反杀。除掉鬼脸屠夫后，小美看到了希娜，不知她鬼鬼祟祟想干嘛，于是偷偷跟了上去，谁知竟被发现了。听希娜的语气，是打算杀掉所有女孩，换取自己活命的机会。就在两人对峙时，肉丝被娃娃脸拖进屋里，还被钉在了木板上。她的尖叫声传进小美两人的耳中。希娜趁机嘲讽小美，是要救肉丝呢，还是和自己开战呢？可惜她的挑衅没能分散小美的注意力，反而身后出现的马脸屠夫，她却一无所知。小美也是将计就计，故意拖延希娜，让她死在屠夫手里。希娜被马脸劈成两半，死的不能再死。与此同时，娃娃脸被一脚踹开，紧接着就爆头而亡。反观小美这边，马脸劈死希娜后，并没对小美动手。原来他是小美的守护兽，可他还想杀掉肉丝，因此遭到了小美的反对，甚至丢掉了性命。小美为了救肉丝，竟然杀死了自己的守护兽，而这一切全被肉丝看在眼里，因此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。为了感谢小美，肉丝决定一起寻找女友。他们来到一处山坡，真的找到了女友。可小美两人的举动让肉丝心生醋意，于是污蔑女友胆小怕事，只顾自己躲藏，压根没想寻找小美。肉丝的方法很奏效，两人随即争吵起来。就在这时，猫头鹰屠夫突然出现，争吵也随之停下。小美一马当先，想带着两人反击，可让人万万没想到，小美的癫痫又犯了。看着逼近的屠夫，肉丝的举动让人惊掉下巴，他摸了女友的脖子。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屠夫竟然爆头而死。原来他是女友的守护兽。等小美醒来后，发现肉丝竟杀了女友，所以他痛恨肉丝。但肉丝认为救了小美一命，自己根本没错。可小美哪里能接受，坚决要和肉丝绝交。紧接着，肉丝伤心的离开，而小美来到树林边界，狠心的挖出眼球，跑出了这个人间炼狱。游戏最后，肉丝成为最后的幸存者，同样离开了这个人间炼狱。转眼过去数月，在一处豪宅里，富豪欣赏着屠杀游戏，他抱怨游戏不够刺激，却不知小美出现在身后。小美把富豪绑了起来，她质问游戏的幕后黑手。起初富豪装傻充愣，想要蒙混过去，直到他看见小美的容貌后，这才说出幕后黑手。而得到想要的答案后，小美直接嘎了富豪。至于幕后黑手，他当然不会放过。